御书房内陷入了安静之中，宜贵妃就这样安静地坐在皇帝的面前，微笑看着这一幕。朝廷没有大清洗，贺派的官员被范闲屠杀殆尽，相反却让朝廷内部变成了一方铁桶。三皇子李承平最近在胡大学士的带领下开始尝试着接触政事，虽然梅妃的肚子已经大到不行，可是怎么看来庆国内部都处于一种很奇妙的稳定之中，至少在世人看来，皇帝陛下并没有要换储的念头。庆国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化，相反却似乎变得更好了一些。除了那个叫做范闲的年轻人，他已经从人世间消失了快半年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还活着没有。林婉儿并没有如范闲安排的那样带着何家大小返回儋州，而是平平静静地留在了京都，而且入宫的次数较诸以往更多了一些。这一幕不知震惊了多少人的心神。明日朕便上朝，你们不要来了。沉默很久之后，皇帝陛下忽然开口说道，他的语气很冷漠，然而却有一丝极难察觉的沉重。或许便是这样的男人，其实这些天也极为享受这些亲人的服侍，然而这些亲人毕竟是那个胆敢反抗自己的儿子的家人。是，陛下。林婉儿温和一笑，并没有多话。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继承范闲的想法。不要奢望那小子能活着回来，他如果真的回来了，就算朕能饶他一命，这天下的官员也不可能允许他再活着。皇帝缓缓闭上双眼，唇角就像是他的眼睫毛一般耷拉着，看上去有些疲惫。范闲还能活着回来吗？这是一个压住所有人心头沉甸甸的问题。而皇帝陛下的这句话明显断了所有人的后路。皇帝依然紧紧闭着眼睛，冷漠开口说道，你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找到神庙，朕却知道，他想找老五回来杀朕。对于这样一个丧尽天良的儿子，朕难道还要对他有任何怜惜之情？是的，事态发展到如今，庆帝并没有将与范闲有关的这些人全部打落尘埃，已经表露了难得的宽容。当然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范闲之间的协议，他毕竟不知道范闲此时究竟死了没有。虽然自古以来似乎从来没有人能够自行找到神庙，更遑论还要从神庙里救出人来，可是皇帝依然无法放心，因为他知道当年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过一次，那自己与那个女人的儿子会不会又带给这个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奇呢？若老五真的跟范闲回来了，朕将如何？这天下将如何？皇帝忽然睁开双眼，眸中寒芒毕露，说道，传叶仲入宫。灰暗的陆地在燃烧，幽蓝的海洋在燃烧，无穷的天穹在燃烧。天地间的一切似乎都在那些高温炽热的火焰笼罩下，拼尽全力挤出自己内部的每一丝燃料，添加到这一场火苗的盛宴之中。火山喷发，滚烫洪亮的岩浆没入海水之中，蒸起无尽的雾气，又带动着洋流开始掀起一道高过一道的巨浪，不停地拍打着早已经被融成了古怪形状的陆地。天地间充斥着令人心悸的光芒与热量，充溢着毁灭的味道。陆地上的动物们凄嚎奔走，皮毛尽烂，深刻见骨，似乎那些光线，那些波动，那些火苗是自幽冥而来的噬魂之火，永远无法摆脱。无论他们逃离那些燃烧的树林多远，无论他们往草原下的深洞里掘进多深，
他们依然没有躲过那些能够让所有生灵都灭亡的毁灭。海洋里的动物们在不安地游动，拼命地躲避着海底深沟里涌出的热量和有毒的气体。那些习惯了在冰冷海水里自在畅游的哺乳动物，异常绝望地将头颅探出水面，呼吸入肺的却是滚烫的空气和那些夹带着致命毒素的灰尘。天空中的鸟儿们还在奋力地飞翔，它们远远地避开天穹里那些刺目的光芒，向着大地的两头拼命地飞奔。生命天然的敏感让他们知晓，大概只有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才能够觅到最后的桃源。这是一场与季节完全不协调的大迁移。然而在这场迁移之中，绝大部分的飞鸟依然死在途中，落到了干枯的大地之上。真正能够躲离那些炽烈光线、黑色尘埃的飞禽少之又少。天地间的光线渐渐暗淡了下去，空气中却充满了灰尘与乌云，将头顶那轮圆日异常无情地遮挡在了后方。整座青翠的大草原早已变了颜色。在劫后幸存下来的动物们集合在一处小水潭的周边，绝望地争抢着这唯一一处干净的水源。30几个大鳄鱼浮在水潭的深处，水潭周边无数只动物聚拢了过来，开始挖小水坑。或者有胆大的强壮的肉食动物勇敢地开始攻击鳄鱼的地盘。天空中已经再也看不到任何飞禽的踪迹，海底里的鱼儿们早已被惊吓到深海的珊瑚礁里，怎么也不敢出来。游弋在四周的鲨鱼有些困惑地睁着那双大大的眼睛，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，自己的家究竟是怎么了。而在海面之上，10几只巨大的抹香鲸疲惫地漂浮着，偶尔无力地弹动一下自己的尾巴。更远一些的小岛周边，海狮们绝望而愤怒地对着天空嘶叫着，用残忍的互相撕咬发泄着心底深处的恐惧。聚在水潭旁边的动物渐渐死去，有互相残杀而死，有因为吸入了空气中的黑色灰尘而死，有因为饥饿而死，有因为干渴而死。而更多的动物实际上是因为饮用了水潭里的水而死。空气里一片干燥，水潭周边只留下了无数惨白色的骨骸，或大或小，或卷曲，或惊恐趴伏。它们身上的皮毛血肉早已经归还了大地，只剩下了这些白骨还遗存在四周，陪伴着水潭里最强悍、经历了数千年也没有灭亡的爬行动物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水潭干了，重达数百斤的大鳄鱼认命一般地浮在泥土之上，任由并不炽烈的太阳晒着背上的红泥，渐渐死亡，渐渐干萎，渐渐腐烂，渐渐化成令人触目惊心的白骨。这些强悍的爬行动物最后实际上是被风干的。空中依然是一片死寂，除了那些滚动着向着大地压迫的黑色厚云之外，没有任何生灵活动的痕迹。而海面上的情景更加残酷，往日里温暖洋流与海湾北部寒流交汇时的暮海处，无数只大型的水生哺乳动物或浮沉于岛畔的海水，或沉落于幽静的海底。那些鲸鱼与海狮、海牛早已经变成了腐烂的血肉，污染了整片海水，让整个海湾都变成了一处修罗场，空气里充溢着一股恶臭。食腐的动物们因为这些巨大的存在而苟延残喘更长的时间，他们敏锐地察觉到，越靠近陆地的海畔，天地间越是充斥着死亡的气息，所以他们的进食很小心。终于有一天，干燥、阴暗、有若地狱一般的世界终于降下了雨来。雨水打在草原边缘残留不多的树叶上，也惊醒了那些躲在洞里的昆虫。圆圆的水珠滚落在泥地面上，一只甲壳虫快乐地洗着脸，雨水渐渐汇在了一起，沿循着古旧的水道向着草原深处进发，一路不知惊醒了多少用睡眠躲避毁灭的生灵。